战败后，父皇要送我去和亲，我在雪夜里跪了多久，皇兄就陪我站了多久。我哭求父皇母后不要丢掉我时，他们告诉我，柱柱，你是大魏唯一的公主，能救国家的只有你了。而当我衣衫褴褛、满身破败地逃回我的国家时，举国上下正在欢庆婉言公主的生辰。城楼之上，皇兄长身玉立，含笑望着身边眉眼俱笑的公主。我蓦地想起12岁那年，冰天雪地，千里迢迢，不知在梦中哭了多少次。皇兄，北岳的风好冷，我好想回家。城楼上的公主明眸皓齿，娇俏动人。她轻轻依偎在身侧丰神俊秀的男子肩头，像只乖巧灵动的小猫。那男子是我的皇兄。父皇决意要送我去和亲时，听说他在殿前跪了一整夜，甚至出言不逊触怒父皇，被暴怒的父皇关进了大牢里。我不顾阻拦跑去找他，他满眼血丝，凌乱狼狈，哪里像大魏朝最丰神俊朗的皇子呢？隔着尖栏，他轻轻拭去我脸上的泪。柱柱别怕，他泪流满面地冲我笑，不管你走多远，皇兄都一定去接你回家。我被送上和亲北岳的漫漫长路，他骑着那匹白马追出了玉门关。我看着他的身子随着筋疲力尽的白马摔倒在漠漠黄沙中，哭得声嘶力竭。而此时，高高的城楼上，皇兄垂眸宠溺地望着公主，不知说了什么，逗得他咯咯直笑。我怔愣了许久，那温暖的笑容我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突然一声巨响，我惊慌失措，如惊弓之鸟一般抱头蹲在了地上。可随即我看到灿烂的烟花盛开在夜幕之中，绚烂映在公主的眼底。她欢喜雀跃，拥挤的人群推倒了我，有人踩在我的身上。那疼痛其实根本比不上在北岳6年间区区1日的折磨凌辱，可我却疼得喘不上气来。为他庆贺生辰的烟火照亮了大魏朝的天空，可于我而言，那是火药，是四溅的鲜血，是惨厉的哀嚎。我跌跌撞撞地走在小巷中，远处的欢笑和鼓乐声纷至沓来。一个衣着华贵的女子扶住了险些摔倒的我，她身上浓浓的脂粉香直冲进我的鼻腔。姑娘，没事吧？咬娘将我带回了月满西楼，为了逼我卖身，先是饿了我3天，又用了些窑子里惯用的威逼利诱手段。她不知我曾经挨了多少饿，也不知我饿极了时是如何在那些北岳士兵兴奋的哄笑声中跟野狗抢食物的。我跟咬娘说我不会卖身，但我会唱歌，儿时我最喜欢唱歌。皇兄说我唱的难听，还惹我不高兴了好久。后来他每次被父皇罚跪，我偷偷跑去看他时，他却总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非要让我给他唱歌解闷。咬娘听我唱罢，望着我的脸吸叹，可惜没生个好模样，不然就是我月满西楼的头牌了。他不止一次说我太过普通，哪怕是重金捧客人都记不住我长什么模样。他哪里知道，若不是现在的这张脸，我怕是逃不出来的。咬娘给我戴上面纱，我靠嗓音成了月满西楼的金字招牌，每天来月满西楼的客人络绎不绝。可我始终没有等到我想见的人。却有一日，我见到了婉言公主，她打扮成男子模样来听曲。琴声响起，我本该唱起第一句，可一道挺拔俊逸的身影隐隐约约透过帷幔，清晰地映在我眼中。我霎时僵住，连半点声音都发不出了。皇哥哥，你怎么找来了？婉言又惊又喜，忘了自己此刻是男子打扮，拉着他的袖子撒娇。皇兄轻轻刮了一下他的鼻尖，佯装严肃，口吻却是半分无奈半分宠。谁不知道你最爱胡闹？我慌乱低头，胡乱擦了擦泪，唱起第一句：燕燕于飞，插翅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皇兄沉静的目光有些恍惚。哥哥，听说这曲子是兄长唱给远嫁妹妹表达不舍的，你是不是想起姐姐了？我屏住呼吸，声音都乱了几分，却听皇兄淡淡一笑，平静道：你若不提，我怕是都忘记了这个人。婉言的声音高兴了几分。哥哥，我想回家了，还想吃玉蔻糕，要你做的。好。琴弦将手指勒出了血，我死死咬牙，硬是没让自己哭出声来。临走时，婉言却突然回头：哥哥，我最喜欢的那个歌娘去年病死了，她唱得很好听，能把她买回府吗？皇兄平静地笑笑，似乎只是给妹妹买一件寻常普通的玩意儿一样寻常。你喜欢，依你就是了。公主问我：嘿，你叫什么名字？我梗了梗，后来回忆起这个瞬间，我还是不后悔我没有摘下脸上的人皮面具，告诉皇兄我是柱柱。我说我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怎么会没有名字？那我赐你一个吧。婉言笑盈盈地看着我。我死去的那个歌娘叫香儿，你也叫香儿好了。我没曾想是皇兄亲自来月满西楼接我。马车上，我问他：公子给了咬娘多少钱买我？他在看书，眼皮也不抬。一定金子儿。我笑了。为妹妹一掷千金，公子可真是宠爱妹妹。她便是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不惜一切代价。好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上回我没有摘下脸上的人皮面具和他相认，是因为赌气。这一回我是怕了，我怕他有了新妹妹，便已真的忘了我。他依旧淡淡的翻着书简。如今便实话告诉你，我是当今3皇子京区，你要伺候的是婉言公主。若能讨公主欢心，本皇子不会亏待你。我苦笑一声，如何讨公主欢心？
110板顺。我只会唱曲，公主若是让我做别的，我不会。他终于抬眸看了我一眼，桃花眼，薄凉意。我情不自禁的抬手，竟抚上了那双曾经望着我时才漫着温柔笑意的眼睛。皇兄愣了愣，随即蹙眉，冷冷扇开我的手。我笑了。三皇子莫不是只会对妹妹温柔？他淡淡收回目光，没搭理我。婉言住在皇兄的府邸，于是我在皇兄府中做了婉言的歌娘，也是他众多婢女中的一个。无事时，大家喜欢说些闲思。哎，新来的，你不觉得咱们公主和三皇子殿下有些奇怪吗？他洋洋洒洒，滔滔不绝，讲得像说书似的。公主一直黏三皇子，前些月公主生了场病，哭闹着非要三皇子照顾。皇上皇后疼爱这个小公主吧，就依着她了。可14、15岁的姑娘了，非要住在皇兄的府邸，算怎么回事？去年三皇子本来要内妃的，公主大哭大闹，硬是让三皇子亲自去找皇上取消了婚约。所以啊，我们都觉着公主对三皇子可不是兄妹之情，而是儿女之情。我心口突突直跳，下意识反驳：怎么可能？他们是兄妹啊！他们神神秘秘地压低了声音，又不是亲兄妹。我本以为婉言是父皇流落民间的血脉，所以我才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妹妹的存在。可原来我刚到北越的第2年，父皇母后从南州接回了一个9岁大的女孩。她父亲原是安南王，父皇的亲弟弟，在和北越的那场大战中战死他乡。北越士兵为了报复平南王，贿赂大魏，屠了平南王府全家，只留下了这个女儿一个活口。继而小郡主被父皇收为女儿，养在母后膝下。于是我在囚牢中被北越士兵用老鼠蜘蛛吓唬死乐时，父皇母后有了一个女儿，皇兄多了一个妹妹。我被强灌下那些气味恶心的药和野狗搏斗时，父皇为新女儿冠上了封号婉言。大魏朝迎来一位新的公主，我日日担惊受怕，不知明日他们又会想出什么新主意折磨我时，婉言在宠爱和保护中长大，不知惊惧和痛苦是何种滋味。当我知道了这些后，再见到婉言天真烂漫的扑蝴蝶，乐此不疲的和皇兄躲猫猫，耍赖蹲在皇兄书房外让他陪他一起玩时，便会有一种恨不能毁掉他的天真快乐的冲动。我常常会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一跳。婉言天真烂漫，似无忧无虑的，而我却阴暗扭曲，像淤泥污秽。我厌恶极了这样的自己，于是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天下之大，哪怕大卫不再是我的家，我也有处可去吧。打算走的那天，我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包袱，欲趁夜里离开，可还没走，门先被人从外面推开。冷冷的月光下，婉言笑盈盈地看着我。香儿，你这是要去哪儿？我突然觉得背后发毛。婉言随手翻了翻我的包袱，没偷拿什么东西吧？我蹙眉，你搜便是。他冷笑一声，突然伸手抓我的衣领。我反应过来时，他的手已经伸进了我的衣领，拽出一条坠子，很不起眼的坠子，是木头雕的一只小兔子，年复1年，已经被磨掉了颜色，连兔子耳朵都短了。这是我的。我死死拽住那条坠子，还给我。婉言扬眉，你的，我也有。他从衣领里扯出他的栩栩如生的小兔子，圆润可爱，眼珠是2颗红玛瑙做的。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埋我，为什么要拽出我的链子，因为他已经知道我是江柱。可怎么会呢？连皇兄都没认出我，他怎么会认出我？婉言似乎明白我心中所想，趁我正愣时将我的坠子抢了过去。他傲慢地睨着我，你不配有和我一样的东西。哦，不对，他讥笑，算不上一样，你这个是什么破烂？皇兄说要送我一个比给你的还要好的，所以他亲自挑选的木头和宝石，还花了1个月的功夫精心雕刻。我只是死死盯着他。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婉言暴毙冷笑，我就是不还，你又能怎样？摘下你的假脸和皇兄相认吗？你就不怕皇兄哪怕知道你是谁，还是会站在我这边？我竟然开始发抖，他更得意了。你也看到了，父皇母后万事都依着我，皇兄最宠爱的也是我，你只是被扔到北越去的一颗弃卒罢了。婉言一步步逼近我，将我推倒在凳子上。你不好好在北越待着，跑回来做什么？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姐姐，我是不会让你抢走我的一切的，你想都别想。锋利的刃刺向我脖颈的瞬间，我已经攥住了他的手。他震惊而痛苦地瞪大了眸子，在他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匕首快准狠地插入了他的胸口。他不知道我是怎样逃回来的，亦不知道我的手沾了多少鲜血。也是在他一声凄厉的尖叫过后不久，皇兄一脚踹开了门，婉言鲜血淋漓地倒在地上。我平静地站在那里，对上他裹挟滔天怒意的双眸。你找死！他咬牙切齿，暴怒一掌将我打翻在地，我痛得几乎感觉5脏6腑都要裂开。他抱起婉言，恨声下令，将他押入大牢，上极刑。我第一次杀人是被一群北越士兵堵在营地的角落，他们在烈烈寒风中扯下我的衣服，我惊恐的大叫，
他们反而笑得更兴奋，拿鞭子狠狠抽在我身上，想让我哭得再狠些，叫得更惨烈些。我绝望的大哭，几乎要把眼泪哭干了。我是大卫的公主，是来北约和亲的，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他们哈哈大笑，玉朝把你卖到了我们北越来，你就是战利品，还算哪门子公主？至于和亲，你知道你要嫁的人是谁？小公主，说实在的，你嫁给那个人，还不如嫁给我们兄弟几个。哄笑、啐骂，不堪入耳的侮辱。我从未这样绝望痛苦过。慌乱之中，我在草丛中摸到一把来路不明的匕首，或许是从他们中谁的身上掉下来的，也或许是谁遗落在那里的。我没有细想，拔出匕首就插进了一人的脖子，他鲜血如瀑的样子，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皇兄，你可知那时我有多害怕，多无助，多么希望你能像来救婉言一样来救我。我痛得失去了意识，陷入了一个漫长诡异的梦境。大雪纷飞，少女提着与血色融为一片的裙摆，奔逃在茫茫雪地中。身后高耸入云的宫墙上，男人墨发飞舞，紫衣飘飘，那张漂亮到诡异的脸上闪过一丝毅力而阴冷的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回来。当我再次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被绑在木柱上，声音也发不出来了。婉言手持一根鞭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而皇兄就站在他的身后，目光阴冷的能凝成冰。婉婉，打到你出气为止。我笑了，笑出了泪来。这个将我践踏伤害的人，是大魏朝的掌上明珠，是被偏爱呵护的公主，而我在大魏朝的存在，只是史官记载的那草草一句。元庆8年，金陵公主和亲于北越，婉言的鞭子狠狠抽在我的身上。这一刻，我在心里发誓，大魏不再是我的家，我再也没有家人了。我重重倒在了地上，痛得无力呜咽。与此同时，一声压抑着震惊的厉喝骤然响起：住手！白纸黑纸，将他如何要杀我，我如何反击，又如何被江前关起来，纵容他鞭笞我出气，写得清清楚楚。婉言尖叫着否认：我没有，姐姐说谎。江前的脸色变了几分，父皇和母后也神情凝重了起来。婉言情绪异常激动，可是说话条理却很清晰。我为什么要杀他？我根本都没见过他，怎么会知道他就是姐姐？是他嫉妒皇兄待我好，拿匕首伤我的，皇兄都看到了。皇兄，你要替我做主啊！婉言哭着拉扯江前的袖子，我终于正眼看向江前，可笑的是，他只对上了我的目光一瞬，便移开了。婉婉，别哭了，先回你宫里去，这里没有人责怪你。皇兄，你相信婉婉是不是？江前温温一笑，我的呼吸急促几分。父皇和母后也相信我是不是？他们无奈而宠溺的一笑。听你皇兄的话，先回你宫里去。不是前些日子闹着想吃荔枝吗？父皇已经命人给你送过去了。婉言笑了，笑得那样欢喜明媚。被子下，我的手紧紧攥住了床单。我知道他是笑给我听的，笑我受了一身的伤，却只能吃哑巴亏。我也笑了，笑出泪来。在北越的这些年，我是凭着对至亲家人的想念，对故国家园的牵挂，才坚持下来的。可是江柱，你的坚持有意义吗？你到底为何要回来？江前的手轻轻抚上我的脸，我狠狠推开他，他僵了僵，嗫嚅半天，终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主，这件事父皇不想再追究了。无论谁对谁错，你们都是父皇的女儿。不想追究，那便是没有人信我。他们都认为婉言天真烂漫，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却是我嫉妒、发疯，甚至要杀死天真无辜的妹妹。我疯狂地将手边一切东西都摔了下去。柱，你还受着伤，冷静一点。江前要来拦我，却被我随手扔下去的花瓶狠狠砸中。寻儿，没事吧？伤哪了？让太医看看。母后心疼不已，看向我的目光也多了几分埋怨。再怎么样也不能伤哥哥啊！江前静静望着我。母后不碍事，我在这里陪妹妹。我双眼通红，恨恨瞪着他，可江前却冲着我笑。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哥哥，走吧，我怕他再伤着你。婉言拉住江前的袖子央求。我这里也很痛呢，我也要哥哥陪。与此同时，一名内监慌慌张张地闯进来。皇上，北边来的急报，北越皇帝驾崩了，一柄悬在大魏头顶几十年的剑终于锈了，掉了。父皇高兴得很，不仅大赦天下，还恢复了我的封号。毕竟北越皇帝死了，威胁也没有了。虽然公主的封号恢复了，可每当婉言一闹起别扭，我的处境就变得有几分尴尬。父皇母后往我宫中送什么东西时，必先往他那里送一份。恢复封号的仪式也不敢太隆重，只是简单的宣布了一下。就连我的宫中，他们都很少来了。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照顾婉言的感受时，我的感受便被忽略了。我也意识到，我不是大魏的公主了。早在被父母送去北越和亲时起，
我便不再是了。我开始长时间的发呆看雨，有时甚至会想起以前在北岳的事情。军营、雪地、困兽笼，满身是血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的少年。每当想起北岳，我便会冷不丁的回过神来，打了寒战，断了自己的思绪。可总有鬼使神差的时候，我会想北岳皇帝是怎么死的？那个人会登基吗？我夜夜都不能好眠，翻来覆去的做着那个梦，我拼命的逃。而那个人在高高的城楼上欣赏着我逃跑的样子，睡不着的每晚，江前都会来找我。他偷偷溜进我的宫里，就坐在我店门外说话，絮絮叨叨，一点都不像我还是歌娘时所看到的他，那个冷淡平静，只有对婉言才会露出笑容的三皇子。柱柱一定很疼吧？对不起，如果那时我知道你就是我的柱柱，我一定不会那样伤害你。你身上的每一处伤，我都会去找最好的药，竭尽全力的医治。你一辈子不好，我便照顾你一辈子。他的声音无限的低软下来，似乎以为是小时候那样，只要他温声细语的道歉，我便不气不恼了。我写了张纸条丢出去，等他的反应，可等了好久，只是他一声叹息。让婉言受一遍你受过的，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自己受一遍，让你出气，好不好？我狠狠将枕头丢了出去。我当然知道，让婉言受一遍我受过的罪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希望他能坚定地选择我，站在我这一边，依着我罢了。其实我在乎的只是他的态度，哪怕他只是哄我高兴，我也愿意再认他是我的皇兄。可他连一句嘴上的哄慰都不愿意，唯恐他的婉婉妹妹听闻伤了心。你走之后，父皇母后还有我都很痛苦。婉言就像小时候的你，天真可爱，我们把对你的感情和想念都倾注到了她身上，所以柱柱，你明白吗？父皇母后还有我对婉言的爱，其实就是对你的爱，我们都很想你。我在背中无声的流泪。是啊，一开始或许的确是将他当成我，可渐渐的他已经代替了我。江前在我店门外坐了一整夜，直到5更天，我听到有人来寻他。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我只听清楚了北岳新皇几个字眼，可仅仅是这几个字眼，却足以让我心惊肉跳。他到底还是登基了吗？我心神不宁了半日。一下朝，父皇就神情肃穆地来我殿中质问：当初你到北岳和亲，嫁的不是北岳皇帝吗？北岳一直瞧不起大魏，更瞧不起我这个大魏来的公主，他们将我视为俘虏，视为战利品，就是不把我当成人。我连北岳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只听来宣旨的公公阴阳怪气地说：公主芳华年岁，皇上将你赐予七皇子，待七皇子及冠，便行合卺之礼。在此之前，就请公主在军营中等待吧。江前挡在我榻前。父皇，当年的确是因我们战败，才把妹妹给送出去了。可如今我大魏6年休养生息，国富力强，还不敌他内讧不断的北岳吗？柱柱逃回来又如何？便是他不回来，儿臣也早就想去北岳把他接回来了。你放肆！父皇大怒，一掌扇的皇兄跪在地，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可知那北岳新登基的皇帝是谁？你又知这新皇是如何登基的？江前不解。魏商仪，他是北岳的前太子，因7岁时杀了当时的陈皇后，被废太子位，贬为七皇子，送去了北周。北周是陈皇后母家所在，此举无疑是把他丢进了狼窝。可岂料他竟屠尽陈家满门，回到了京城，世人都称他是鬼太子。他父皇如何能不惊惧？派了12精锐暗卫，用了各种方法，最后还是没能杀他，只是给他种下了奇毒。若没有解药维持，他便手脚瘫软，手无缚鸡之力，连妇孺都打不过。他父皇将他囚禁在了皇子府，当狗一般养着。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坐上了北岳的皇位，杀尽了所有反对他登基的人，北岳皇宫血流成河。江前倒吸一口凉气，这样的疯子，你要跟他比谁更疯吗？父皇深深地望向我，仰天长叹：北岳新帝来要人了，柱柱，你这是在给大魏招来横祸啊！眼前闪过那张漂亮到诡异的脸，我后背发凉，浑身都是冰冷的。魏商仪，你究竟为何不能放过我？据回来的使者说，魏商仪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召见他。新皇漫不经心地把玩着前皇后头骨制成的酒杯，似笑非笑地道：你们魏朝送姑的公主死了，是你们皇帝再乖乖送一个过来，还是要姑亲自去拿？使者脸色惨白，告病好几天，听说是在北岳被新帝登基前的血腥场景给吓的。婉言闯入我宫中，不由分说的就狠狠甩了我一巴掌。我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便又要打我。江前冲进来拦住他：婉婉住手！婉言扑进江前怀里大哭：皇兄，婉婉不嫁，我绝对不要去北岳。听说北岳的人都叫她鬼帝，要嫁给他，我还能有活路吗？都是姐姐惹的祸，凭什么要我承担？他恨恨指着我：都怪你，都是你的错，你怎么不真的去死？你倒是死啊！江前蹙眉。婉婉，婉言被他的一声低吼给吓懵了，
呆呆看着他。皇兄，你凶我？他恨恨剜我一眼，哭着跑了，脸上被他扇的地方红肿起来。江前轻轻扶上去，小心翼翼地说：“婉婉她年纪小，你别怪她，她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时激动。”他抚摸着我的脸，就像那年隔着肩。这一次，皇兄一定不会再让你走。我扯扯唇角，淡漠地看着他。可是江前，我已经没有信心相信你了。父皇拖了几日，终于拖不下去了。魏商仪的死魏军亲自压境，逼大魏表态。他将我和婉言一起召集到了书房，并去所有人，只剩我们。婉言一进去就哭了，小声呜咽，就像12岁时的我。是父皇不好，要我的女儿经历这样的事情。可是国家面前，父皇只能牺牲自己的女儿，才能拯救百姓们的儿女，你们明白吗？多么熟悉的话语！猪猪！父皇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婉言与此同时松了一口气般的大喜。我怔怔望着他，听到他接下来的话：婉言还太小了，承受不了，何况这件事本就因你而起。我终于崩溃了，我疯了似的叫喊，但嗓子里只能发出难听的呜咽。我愤怒的跺脚扑打，婉言大喊：来人啊，他疯了！江前第一个冲进来抱住我。住住，你冷静一点，父皇这是无奈之举。我僵住，随即立刻反应过来，原来他也知道。我猩红了眼，死死揪住江前的衣领，要我如何冷静。我真想问问他，他记得那年我多少岁吗？12岁，比现在的婉言还要小。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放弃的都是我？我真的恨他们入骨。我哭喊，却喊不出来，愤怒和悲痛淤积在胸口，终于狠狠吐出了一口血，晕死过去。我很快就醒了，但却没有睁眼。宫女们在忙碌着什么，宫外吵吵嚷嚷，好像是在置办什么东西。我决定要逃，我绝不会再回去，绝不会任由他们摆弄我的命运。逃出大魏皇宫对我而言不算什么难事，小时候我和江前干过太多这种事情，只是我早该想到他们怎么会让我逃。刚刚逃出皇宫内城，我便被禁军抓住了。我遭受了太多痛苦折磨，这样的疼其实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可是心里的恨却像豁齿的刃，来回割磨着心。撒了些止疼的药粉，我便被人粗鲁地套上了嫁衣。意识涣散之际，我听到了婉言的声音：江主，你是不是曾以为只要你和皇兄和父皇母后相认，一切就能回到从前？父皇母后更在乎我，皇兄也站在我这一边，他们无条件的相信我，是不是让你很痛苦？他的声音陡然转冷：痛苦就对了，这是你欠我的。好好上路吧，我的姐姐，别再逃了，你逃不掉的，这就是你的命。哦，不对，你马上就要没命了，哈哈。马车颠簸前行，我被反绑着手，红盖头，像鲜艳的血，眼前浮现起那年的玉门关。我看着皇兄策马奔来，好想和他一起驾马回家。如今我想就埋在玉门关的黄沙里吧，这天下之大，没有我的家。一声长啸，马车骤然停了，我被撞得从座椅上摔了下来，车帘被挑开了，我看到一只白皙干净的手勾起了我的盖头。世人曾称他是鬼太子，如今又称他是鬼帝。他当真似是从阴曹地府深处生长出的花，精致屹立，诡异森华，苍白的面容之上，红唇似沁了血一般，一双丹凤眼浅浅挑着抹笑意。他见到我丝毫不意外，料定了我又会被抛弃，料定我又会落入他的掌心。他微笑着擦掉我脸上的泪，僵住，我再给你一次离开我的机会，最后一次。凉凉的指腹划过我的眼唇，最后落在脖颈。我认命地闭上眼。魏商仪将我拥入怀中，低沉阴哑的声音带了些蛊惑的意味：僵住，永远留在我身边吧。忽然无数箭雨划破长空而来，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心放箭，不许伤了公主。魏商仪径直将我抱下车，翻身上马。我没有力气，倒在他怀里，任由他抱着。抬了抬眼睛，果然是江前，他一身盔甲，身后是大魏的军队。你放开他。魏商仪轻笑一声，真是有意思，你们挑断他的手筋脚筋，不就是怕他逃了吗？怎么却又兴师动众的要人来了？什么挑断手筋？江前怒喝：你把他怎么了？我警告你，你伤他一分，我10倍奉还。魏商仪笑得更开怀了，他轻轻揉着我的发，意味深长：住住，你这位皇兄还真是疼爱你啊。当年的确是我们大魏战败，我父皇亲口允诺送清宁公主前去和亲，可是你们北越又是如何待我大魏公主的？她为何会冒死也要逃回来？难道不是你们北越欺人太甚吗？你又以什么道理来向我们要人？我就是欺人太甚，你又如何？那你便试试，我能如何？话音落地的瞬间，大魏军队势不可挡地冲来，马蹄声、厮杀声，还有呼啸的风，可一切似乎都离我很远。魏商仪将我紧紧按在怀中，用他宽大的袍袖为我遮住了所有。皇上，预朝是有备而来的，江前调动了镇守边境的所有军队，那也就意味着，如果北越也是有备而来，要人只是幌子，来接我也只是调虎离山。那么北越攻进大魏的国土，
便是易如反掌。就在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片刻，魏商仪的手臂一松，我被人一把拽到了另一匹马上。住住！我被江前拦腰抱住，你抓紧我带你回家。我下意识回眸看了看，魏商仪的胸口中了一箭，这才给了江前可乘之机。马儿疾驰，江前真的来接我回家了。可我用头撞开他，从马上滚落下去。江前紧急勒住马，连忙下来扶我。住住！你没事吧？摔倒哪里了吗？也是在这时，他发现了我的手筋脚筋都被挑断了。是魏商仪。他杀红了眼，拔剑就要冲回去，却猛地想到了什么，回头望我。不是他。我点点头。那是。我动了动嘴唇，无声地念出那个名字。江前怔住了，随即又迟疑了，他不愿意相信。住住！你听我说，一定有什么误会。婉言她虽然骄纵了些，却绝不会做这种狠毒的事情。等我回去调查清楚，我一定不会放过伤害你的人。我笑了。江前，难道你不知道伤我最深的其实是你吗？既然你替父皇辩护，弃我而选婉言是无奈之举，你又何必来寻我？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又何必说什么不会放过伤害我的人？许是我的笑太凄凉，太绝望。江前慌了，他手足无措地抱住我。住住！我知道你生气，可你相信我，父皇送你走只是权宜之计。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让你回北岳去，即便今天我们一起死在这里，我也绝不会让你离开我。啧，真是精彩啊！突兀的掌声在丛林深处响起，魏商一步步紧逼，他的胸口还在流着血，可神色却那样自若。若不知道的，还以为青宁公主不是三皇子的妹妹，而是爱人呢。魏商一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步子却不停地走到我身边，欲将我抱起。别碰他！三皇子自说自话了这么久，人家倒是愿意跟你走吗？笑话，他不随我回家，还会跟着你这个大魔头吗？魏商仪每次听人家喊他鬼太子、魔头、怪物之类的，都很开心。他似乎觉得这是一种夸奖。江前要抱我起身，我摇了摇头。那一瞬，江前眸中的情绪轰然破碎了，不可置信、悲伤、痛苦、愤怒。为什么？他声音颤抖着。你还在生气是不是？眼泪突然就滚落下来，他慌乱去擦，几乎是低声哀求着，跪在了我面前。住，别生气，我都能解释。我把所有事情清清楚楚地解释给你听。我是江巡，是你的皇兄了。我平静地望着他猩红的眸子。江前，可我已经不会认你这个皇兄了。我努力地仰头看向魏商仪。江柱，这一次可是你心甘情愿回来的。我点点头。日光倾斜，我看见魏商仪笑了。我第一次见魏商仪这样笑，真正的笑。魏商仪待我离开之时，我听见江前在身后大声道：住，不论你要生多久的气，我都会信守承诺带你回家。我在心里提醒自己，江柱，你已经没有家了。丛林外有一辆马车和另一队军马在等候我们。魏商仪果然留有后手，但他没有大举进攻大魏的意思，真的只是来接我的。我侧目看着他靠在车厢上闭目养神的样子，忽地想到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杀人，在被北岳士兵侵犯之际，在草丛里摸到一把匕首，杀了一个人，鲜血喷涌到我身上，我吓得大哭。另几个被吓到的士兵回过神来，气急败坏的要将我就地正法，结果纷纷被飞刀正中后脑，齐刷刷的死在我面前。少年满身血污，暴毙嘲笑我，好心给你丢了把匕首，你却只杀了一个人，实在是没用。他消失在夜色里，而我被抓了回去，严刑拷打，并问我是谁杀了那几个士兵。我一声没吭，被暴怒的将军关进了困兽笼里，隔天带到了斗兽场。在斗兽场，我又见到了他，我们都是将军取乐的玩物，他比野兽还要狠。到最后，是将军心惊胆战的坐不住了，冷哼一声，不愧是七皇子，我才知他就是那个我要嫁的人。我看着他倒在血泊里，满身都是惨不忍睹的伤，唇角却微微上扬，竟是在笑。那一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本以为等到七皇子籍贯，我们成亲就可以逃离这地狱般的军营，可我是在做梦。北岳皇帝将我许配给七皇子，是在羞辱我，也是在羞辱他。我们两个都是被他们折磨玩弄的玩物罢了。我本该跟他产生惺惺相惜之意，可我看到他脸上那诡异的笑容，我却怕了。我们不是一类人，不可能惺惺相惜。我怕他在想什么。他忽然开口，我猛地回过神来，眨眼之间，他已经将我拽进了怀里，栖身压住了我。那双眼眸离我这样近，我们姿势如此暧昧，可我手心却出了一层的冷汗。你怕我？他挑眉，怕我做什么？杀了您？还是？他的目光寸寸下移，勾起一个意味幽深的笑。怕我欺负你？我仓皇地闭上眼睛。魏商一笑了，他坐起身来，将我的头按在了他的膝上。他一手拿书，一手轻轻揉着我的发顶，就像在揉一只小狗或小猫，而我就在他的膝头沉沉睡着了。半个月后，我们回到北岳都城，我被他安置在他龙华殿的偏殿中，让一个叫芙蕖的宫女照顾。我被当成药罐子一般养着，整日迷迷糊糊，吃好睡好。有时魏商仪回来见我睡着，会轻轻抱着我，但不会再逾矩半步，可我总会在他寸寸晦暗深色的目光中匆匆闭上眼。他绕着我的头发，将下颌搭在我的颈窝，温热的呼吸扑洒在耳边。有时他捏捏我的腰，嫌我瘦了，隔天便让人给我送来一桌子食物，
但我总是吃不下的。我会分给婢子们，分给宫外的小乞儿，他们都非常喜欢我。回宫时，我知道魏商仪的马车就不紧不慢地跟在后边，所以我也不害怕会遇到什么坏人。不知道魏商仪给我找来的大夫有多厉害的本事。3月后，我的手脚便恢复得差不多了，能闲来无事地走走，也能做些端茶倒水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又能开口说话了。天气好时，我会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睡觉，有时醒来发现魏商仪也命人搬了椅子坐在我的对面。有时我陪他熬夜看公文看得困了，在他书桌旁打瞌睡，他忽地凑近吻我，吻得我困意全无，伏在他怀里喘不上气。他低低地问：柱柱，唱个歌给我听听。我便将在北越军营时学来的民谣唱给他听。1日，我偷听到有老臣向他进言，后宫不可1日无后，若是陛下真喜欢那位大魏公主，便择日册封吧。他眼皮也不抬地说，国公也老糊涂了，孤以下旨废除后位，今后北越再无皇后，此乃惊世骇俗之举。国公爷被气得一病不起，可朝中无人敢忤逆他。我问福渠，你们殿下喜欢我吗？福渠愣了愣，手里的杯子摔了。他一边捡一边笑答，姑娘家可不兴这么问。不过奴婢也照实了说，奴婢从陛下还是皇子时便跟着殿下了，陛下他心中并无男女之情，对您更多的就像是……他欲言又止，指了指我前些天救下并收养了的猫。我笑了，这比喻倒是不错。我乖顺地做魏商仪的宠物，他开心不开心时，在他身边陪陪他，让他摸摸头。我已经很久都想不起来我曾是大魏的公主，可这样也很好。我温饱无忧，性命无虞，北越军营6年的噩梦已是过去了。春去秋来，大魏发生了一件大事，姜钱被立为太子。同年，婉言也被册封为了长公主，而北越也即将迎来后宫的第一位妃嫔福渠。福渠毕竟是新帝的第一位妃子，这又是那场血雨腥风的登基之后第一场喜事。伊尔内斯操办得很隆重，魏商仪更是广发邀函，请各国使臣前来北越观礼。福渠搬去后宫待嫁，我便只剩下一个人，只有小猫作伴了。虽然每晚都能见到魏商仪，但我没有再去他的书房给他添茶倒水了。成婚前一晚，魏商仪命人来叫我泡茶，我将茶杯放在他桌上，他猛地吹灭了灯，将我抱上了书桌，不肯放我走。他逼得太紧，我只能双手抵在桌上，仰头看着他。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片刻，缓缓俯身，试探着要吻我。你若是不高兴，我可以取消明天的典礼。我偏头躲开了。魏商仪挑起我的下巴，眼角挑着一抹似是而非的笑意。也可以不纳妃。我推开他，替他又点上了灯。陛下举国欢庆的事，我怎么会不高兴呢？我莞尔一笑。陛下给我衣食，给我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我已经很感谢了。是真的没有什么不高兴，我已经很久体会不到什么情绪了，无悲无喜，无伤无怒。魏商仪眼角的笑意渐渐冷凝，他松开了我，转身离去。我没打算去观礼，倒不是像那些小宫女嚼舌根说的伤心欲绝，所以不敢去，是我没有什么身份去呀。我既不是宫女，也不是使者，更没有什么衣冠半职。于是那天，我便带小猫去花园捉鱼了。花园清静得很，我一撒手，小猫就撒欢地跑开了。我一路追到了公道上，逼停了一辆马车，工人连忙俯身唤我，姑娘小心些。我从未在北越皇宫里跪过什么人，抱起了小猫就要走。隔着不长的公道，我看见马车里走下来一个人。皇兄，谁敢拦我们的路？一袭桃粉衣裙的婉言随即下车，看到我的瞬间勾唇一笑。咦，这不是姐姐吗？听说北越皇上纳妃，婉婉本以为新妃是姐姐，这才嚷了皇兄带我来看看。怎么不是姐姐啊？那姐姐在这北越皇宫里是……我本以为就算我再无喜无怒，见到伤害我数次的人总该会有些恨意吧，可此刻我竟然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转身离开，正叮嘱着小猫下次不要乱跑时，一弯却被一人抓住了。柱柱，你过得好吗？我忽然就哭了，莫名其妙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缘由。应该过得不错，能说话了，手脚康复了，身子日益的养好了，是不是？他笑着擦掉我脸颊的泪。可柱柱，北越不是你的家，但我永远都是你的皇兄。明晚会有人在南华门等你，带你出宫。这一次我会等到你来为止。我呆呆坐在漆黑的殿中，门突然被人推开。你在哭什么？一袭大红婚服的魏商仪神色冷凝。我怔住了，今夜是他的新婚之夜，他应该在福渠那里的，是和你的皇兄久别重逢，情难自已，还是听说他要带你回去，喜极而泣？魏商仪逼近我，浓郁的酒气中捏住了我的下巴。江柱，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跟我回来的。他捏得我疼了，我推开他的手，迅速躲到了一边。他笑了，凄楚自嘲，是我从未在魏商仪脸上见过的神色。我纳不纳妃，我纳的妃是谁，对你而言根本没有区别，你根本就不在乎。
你任由我吻你，却不回应，因为你根本不在乎，你顺从听话，从来不惹怒我，只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北岳的主人，忤逆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你是怕我。我第一次见到魏商一像现在这样失魂落魄，明明他是令他国闻风丧胆的鬼帝，此刻却像个落败者，红着眼睛问我：江柱，你的心里可曾有我？我哽住了，还是说你就那么想和江前双宿双飞？魏商仪，你胡说什么？江巡是我哥哥。哥哥？魏商仪冷笑一声：是啊，他是哥哥，可我不是。他逼近我，我步步后退，最后被他圈在怀中。那日你说感谢我给你衣食，给你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你感谢我，所以你从不反抗我。那这一次你要反抗我吗？他忽然温柔了几分，哪怕圈禁着我，口吻却带着探寻和央求。他红着的双眼，眼底隐隐闪动泪光。江柱，永远留在我身边吧。次日我醒来时，福渠坐在院中，他优雅地端着杯茶，却在看到我所鼓出的痕迹时立刻失控了。他摔了茶杯，咬牙道：江柱，你记着，我7岁时就跟着陛下陪他一路走到今天，如今我是贵妃，而你只是个和勾栏瓦舍里的女子没什么区别的贱人。我拢拢批驳：贵妃娘娘谬赞。福渠气得脸色铁青，忽然冷笑一声：我曾经听说你不是大魏真正的公主，本来还不太相信，可如今见你这副不知羞耻的模样，倒是深信不疑了。你胡说什么？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去调查不就知道了。江柱，你好好想想，这天下哪个父母会弃自己的亲女儿，却疼收养的孩子？福渠翩然离去，只留下我僵愣在原地。深夜，我去了南华门，江前欣喜万分地抱住了我。柱柱，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你不生我的气了，是不是？我平静地任由他抱着，心中一片冷寂。我没有原谅他们，但我必须要回去。我要知道，究竟是福渠在骗我，还是我18年的人生都在虚假的谎言里。皇兄，婉言若是知道你要带我回去，会不高兴吗？江前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笑笑。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带你回去。当晚，我混在了大魏使者的队伍里，连夜启程离开。一出行宫，却发现魏商仪已经带人将行宫团团包围住。魏商仪泰然自若地坐在车辇上，等我自投罗网。他锐利的目光越过人群，准确无误地对上了我。火光中，他神色阴晴不明。江柱，乖乖过来！我背脊一僵，袖中的手紧紧攥了起来。江前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单手搂住了我的肩膀。魏商仪淡淡勾唇，冰冷的目光落在了那只搭在我肩头的手上。江柱，我只说最后一次，过来！他一声厉喝，让众人不寒而栗。我却没有出声，也没有动弹，只是隔着人群无声的忤逆。良久，他冷笑一声，挥手淡淡道：回宫。皇上。福渠的声音从车辇中传来，他探身出来，给魏商仪披上大氅。不把江柱姑娘带回去吗？魏商仪唇边带着讥诮，冷冷道：让他走。江前眉头舒展，紧紧握着剑柄的手终于松了。这次是魏商仪亲口放的人，柱柱，你自由了。是吗？我自由了吗？江前将我带回大魏的一路上，我都没有看见婉言，他或许是怕婉言和我吵架，就让婉言先走了。回到大魏，江前带我面见父皇母后，婉言听说了，匆匆跑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就甩了我一巴掌。江柱，你是不是想害死大魏？江前挡在我面前，焦急解释：父皇，这一次是魏商仪亲自下令让我们回来的，他不会再因此找大魏的麻烦了。而我在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时，狠狠打了回去，一巴掌不够，我又在他胸口上踹了一脚，把下发簪直接逼在了他的脖颈。婉言被吓得面如土色。住手！你干什么？母后也惊惶大叫：快来人啊！一时间，我被侍卫团团围住。也是在那个瞬间，我自嘲一笑：皇兄，其实你也知道的吧，婉言从一开始就讨厌我。江前呆呆地看着我，不论你们相不相信，婉言在你认出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我告诉你和父皇母后的都是真的，可你们并不相信我。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其中或许有误会，你也被蒙蔽了。我笑笑，没有什么误会。当你选择相信婉言的时候，就是选择了不相信我。江前僵住了，因为他无法反驳我。我本以为，或许你和父皇母后有你们的无奈，有你们的身不由己，可当真是身不由己吗？我惨笑。父皇母后，皇兄说，你们是为了寄托对我的思念，才将他带回来养在膝下。好，那今日我要你们必须选一个，选我还是他？住住，不可胡闹！我高高抬起手臂，欲狠狠扎下。父皇母后救我！与此同时，父皇已经拔了侍卫的长剑，将我手中的匕首打落。母后吓得面色苍白，冲上去抱住婉言，心疼的抚慰。父皇将我关了禁闭。江前又来找我了，他给我带了许多我爱吃的点心。饿着没有？快吃，都是我吩咐你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御厨刚刚做的。我打翻了他带来的食盒。江巡，你老实告诉我，你有什么瞒着我的？江前怔怔望着地上的碎渣。那你呢？可有什么瞒着我的？他声音无限苍凉，忽然紧紧攥住我的手，逼问我：那时你为什么不肯跟我走？
你喜欢魏商仪？他红着眼质问我，我便是喜欢他，又如何？江前眉宇之间笼上一层痛意，他紧紧盯着我，像是要看穿到我的心里去。骤然，他下定了决心似的将我拽进怀里，我呆住了，继而狠狠打了他一巴掌。江寻，对峙的片刻，我好像突然从他的目光中看懂了什么，可是怎么会？我的心突突跳起来。你疯了吗？对，我疯了。他平静地笑了，继而无声的泪流。江柱，我真的疯了。我的脑袋像是快要炸了一样。江前将我抵在墙边，我抱头大哭，他吓了一跳，像是回过神来，不住地向我道歉。对不起，柱柱，对不起。他的声音突然没了，整个人就在我面前瘫倒了下去。一个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站在他身后，出现在我面前。你若想知道真相，不妨跟我走。我毫不犹豫地跟上了去。神秘人将我带去了南州平南王府。如今的平南王府只是一片荒芜罢了。你可知道平南王？我当然知道，他是父皇的胞弟，曾经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他战死沙场后，丧心病狂的北越士兵还屠了他全家。可你想过没有，为何北越士兵杀了132个人灭口，却独独留下了一个活口？那个活口就是婉言。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婉言不是什么平南郡主，而是父皇母后的亲生女儿。什么把对我的思念寄托在她身上，都是骗我的。我不是大卫唯一的公主，也不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所以我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那个活口是大卫的公主，可北越士兵如何会得知？即便他们知道，他们连整个大卫都不放在眼里，又怎么会专门给大卫的公主留一条命？你的意思是，屠了平南王府的不是北越士兵？当然不是。神秘人的声音笼上一层恨意，是大卫皇帝。他明知那场大战必输无疑，还逼王爷上战场，逼死王爷还不够，甚至丧心病狂地杀了平南王府满门，就是为了守住他皇室烟匝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就和你有关。我一愣，浑身不能动弹。他的话像一场大雪，铺天盖地地落下来，我大脑一片空白。当年皇上被年轻的妃嫔勾走了心思，皇后不甘愿，便谎称怀孕，想要赢得皇上的关心。当时平南王妃刚刚怀有身孕，皇后便心生一计，想要将平南王妃的孩子变成她的。平南王妃是皇后的堂妹，契同莲枝，于是他们商量好计划，同日同地生产。最后皇后生下了公主，而王妃的孩子却早夭了，这孩子便是我了。当初他们约定平南王妃的孩子给母后，皇后日后要还一个孩子给王妃，可皇后却反悔。此时皇上也得知了此事，纵然大怒，可一方面怕有损皇家威仪，一方面彼时北越已经频繁侵扰大魏，皇上还需要皇后母家，就一直没有废后，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可皇上怕平南王妃将这个丑闻传出去，就让皇后还是按照约定将孩子送了过去，私下里秘密处死了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工人，还把平南王送到了南州去。他逼王爷上战场送死时，早就做好了灭门的准备，这样既不会担心传闻流出，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的女儿接回宫里。我瘫坐在地，原来我的出生是一个荒诞的诡计，一切都说得通了。为什么当初父皇逼我去和亲？为什么我和婉言，父皇又选择抛弃我？为什么江前无条件的信任婉言，一次次站在他那边？因为婉言是他的亲妹妹啊，我才是那个假的。呵，这真是太可笑了。郡主，神秘人跪下来伏地痛哭。我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报平南王府100多条人命的大仇。郡主，此仇不报，王爷和王妃难以安息啊！一支长剑飞来，直直插入他的心口。太子江前亲自率领军队追来，启禀太子殿下，叛党余孽已经消灭。我晕了过去，江前翻身下马，朝我飞奔而来。住住！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尽是火光、呼喊和屠杀。醒来时，眼角都是泪。江前守在我的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你为什么又要把我带回来？这里又不是我的家。不是。江前抱住我，任由我拼命踹他咬他。这里或许不是你真正的家，可是住住，我想照顾你一辈子，我会和你成家。你住口！我大骂。江寻，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混蛋。好，我是混蛋，你别哭，伤身子。我心如死灰的闭上眼。江寻，你让我走吧。我叫了18年父皇母后的人，不是我的父母，还杀了我的父母，你要我怎么接受？你要我怎么还能继续待在这座皇宫里？江前压抑着哭声。从我知道你不是我亲妹妹后，我对你就再也不是兄妹之情。我喜……你住口！我崩溃的大喊，他却抱住我。住住，做我的妻子。江前想要我嫁给他，可他却没想过，他如今是大魏太子，而我这个真实身份不能宣扬出去的公主，怎么可能嫁给他？皇后来看过我一次，住住，母后是真的将你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长大的，今后你依然是大魏的公主，依然是父皇和母后的女儿。至于你皇兄胡闹，你不能跟着他胡闹。母后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否则也不会一次又一次的为了国家而远去北越了。皇后似乎觉得让我继续做大魏的公主，对我而言是一种恩赐，可我却恨透了公主2个字。我被软禁在从前的宫中，层层守卫。听闻江前为了要娶我，气得皇上险些废了他的太子之位。
婉言本是三天两头便来嘲讽我一番，后来是怒骂我不知廉耻，勾引江前。皇上子嗣伶仃，能担当大任的也就只有江前一个，他不可能真的废了江前，便将怒火迁移在了我身上，将我抓进了大牢中，威胁江前若是再胡闹，便杀我了之。江前冲进大牢里要救我，皇上的龙卫将他绑了，带到我的牢房里。你以为她曾是我的女儿，我就真的不会动她吗？帝王威严，不容三番五次的触犯。是，你知道姑不会真的废了你，可他……皇上抬手，龙卫狠狠将一鞭子抽在了我身上。父皇，柱柱就算不是您的亲女儿，可她也曾生生唤过您父皇啊，难道那些都是假的吗？皇上只是冷冷道：江前，你若不想让你妹妹受伤，就只做你作为太子应该做的。如果你不再胡闹，我可以考虑把她送到你宫里，你可以将她当做妹妹照顾。可你若想娶她，绝无可能。我看见江前狠狠擦了一把泪，垂下了倔强的头。儿臣知道了。江前没再来过，而我在大牢的日子过得也不差，软被丝枕，热菜热汤。在大牢中，我好像重新将自己的人生过了一遍。我不是江柱，不是大魏的公主，我是那个父母双亡的平南郡主，在自己的幻想中度过了作为平南郡主的一生。或许我会有一双疼爱我的爹娘，会有宠爱我的哥哥，善良美丽的嫂嫂，我不会被抛弃，不会远走他乡，不会被伤害、欺骗。冬去春来，一年又过去了。那是一个雪天，宫中巨变，大牢中所有的守卫忽然全都不见了。牢房门被打开，我看见一道玄色身影步入到地下的黑暗中。他举着一盏灯，灯火中那双漂亮的眼眸噙着一丝善笑，这般憔悴。他冷嘲：看来没做成大魏太子妃，着实让你伤透了心啊！我愤怒地打了他一耳光。他身后的北越士兵瞠目结舌，可未伤疑，却摸着被我打了的地方，忽地笑了。他笑得有几分莫名其妙，继而拂袖离去。当晚，有人将我从牢中接了出来，我才知北越的铁骑踏破大魏脆弱的宫门，江前率军抵抗，后宫一片哭嚎，而皇上在空荡荡的大殿中抱着他的王印，一言不发。宫人们逃的逃，藏的藏，可全都被北越士兵抓到了大殿前的广场上。